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丽儿的心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。可惜，你牵挂太多，性情太温。若能放下羁绊，肯定会更为不凡。心无杂念的剑招，才是剑道的精华所在，集万念于纯心。从今以后，我荆轲就是一把剑，一把直来直往、有去无回的剑。师父，师妹，我发誓，永远不会再辜负任何人。爹，金大哥去哪了？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他呀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兰儿，你不会是因为爹昨天对他过于严苛，今天找不到他，就迁怒于你爹吧？我就是迁怒于你。你昨天那么刺激他干什么呀？你对他那么严厉，你就不能将心比心，体会一下他失去挚爱的痛苦吗？他金少侠可是堂堂男子汉，不是几岁的娃娃。难道你希望我把他当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吗？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要再不刺激他，把他点醒，那他才会在泥沼中永远爬不起来。话都是你说的，那你担心他了吗？他人呢？可能又去买酒喝去了。他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就是个废物。这样的男人完了，你也不用理他了。你说什么呢？金大哥他不是废物，我也不可能不理他。前辈，兰儿，金大哥。你的发系掉了，我帮你系上吧。不必了，系与不系并不要紧，是吧，前辈？没错，的确，侠者不拘常理，何必在乎那些杂七杂八的俗人规矩呢？昨日若非前辈用心指点，荆轲恐怕永远无法走出这一关。请受荆轲诚心一拜。罢了。不过我想兰儿不会再有理由生老夫的气了。今天起早练功，顺便去镇子上兜了一圈，买了一些粽子，可香着呢，趁热吃吧。真好。要是田光先生看见你心情这么好，他一定很欣慰。可惜，我可能等不到田光先生回来，便要出发了。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先四处探访，寻找师傅留给我这首诗的真正奥义。这段时间，实在是因为我太愚昧，耽误了太多时间。我要抓紧弥补。公孙羽大侠之所得，葫芦剑谱，乃是当时第一剑法。可惜遗散多年，你若能找到他，肯定会更进一步。可是，金大哥你一个人上路太危险了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兰儿，对于这首诗，我还是毫无头绪，一定困难重重，肯定会花上很多的时间，这一路会非常辛苦。你确定要去吗？当然确定了。这一路上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还有兰儿帮你呢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件事情，是不是得先得到前辈的应允？
这丫头的性子，我了解得很。她决定想做的事情，就是有10个葛念，也拦不住啊。你说我应允不应允？还是爹最好。今日备的小点，可还合胃口？每回到华阳宫茶宴，还费心让祖太后准备这些点心，我们几个姐妹都感到特别受宠呢。其实今日把你们约来，是哀家有感近日后宫礼度疏废，有夫人无事勤律宫规，擅自出宫，大王忙于政事，仅是倾城，竟让夫人公开与武将比武，秦宫妃嫔舞刀弄枪，简直是可笑之极。祖太后所言甚是。后宫嫔妃无父母相随，竟与外男同进同出，实属背德大罪。偏偏大王宠溺李夫人，处处容忍她的所作所为。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天下人将如何看我大秦后宫啊？姐姐，那虫掉进了茶里，那就不能喝了。本宫当然不会喝。这后宫啊，就像这杯子一样，一个虫子坏了整个后宫。若是不整治整治，怕是全盘皆没，难以收拾。祖太后，您说是不是？后宫该怎么整治，哀家早有忖度。平日循规守分之人，自不必担心受累。若是狂悖失德之人，哀家不得不惩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刚才若儿说得很清楚了，日后在宫中，你们该与谁深交，该与谁浅言，不必哀家再提醒了吧？诺，孙媳知道了。孙媳知道了。大王还有什么事吗？寡人没什么事。青儿，送大王回宫吧，我累了，想要休息。诺。不用了，寡人今天就要在昭德宫就寝。那怎么可以？怎么不可以？来，青儿，我问你，这是谁的宫殿？大王的。我再问你，寡人想在任何一个嫔妃宫内休息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那寡人今天就要在这昭德宫就寝，可以吗？当然。你看，就连一个侍女都懂得如此简单的道理，为何你却不懂？青儿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知道寡人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。你入宫已经1年了，你我从没夫妻之实，那是寡人对你的尊重。寡人现在就想要你，给吗？
还是那么喜欢咬人。你口口声声说你要尊重我，那是寡人拿你没办法，寡人就是这么情不自禁。你今天不与寡人共寝，寡人明天还来，寡人一定会等到你心甘情愿与寡人共寝的那一天。好好休息。大王今日来臣妾这儿，不会真的只是想找个人对弈六博吧？寡人只是想找个人陪一陪。有些人见了，寡人神思不宁；有些人却让寡人怎么也睡不着。但是和闵夫人在一起，寡人可以什么都不想。这样说来，臣妾既不是大王特别宠爱，也不是令大王特别心烦的嫔妃。这对闵代来说，还算得上是一种赞美。闵代，你倒是从前和现在一样，都是这么心宽。闵代不是心宽，闵代只是深谙着后宫之道。在这后宫之中，嫔妃来来去去，每个人都在争宠。你越是争，欲望就越强，就越容易倒下。当你想要得到一切的时候，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，借机除掉。无欲则刚，不争就是争。有些话，寡人和你摊开说吧。以前，寡人以救燕之名，行伐赵之实，没想到赵王却因此活活被气死。不知在闵夫人心里，可曾怨过寡人？臣妾既已嫁为秦国妇，自是不再系念母国。平日里，在深宫中养花侍草，不过问朝堂之事。既是如此，又何来怨恨大王呢？坦白说，赵谦继位这件事情，并非寡人所想。一直以来，在寡人心里，公子家聪颖好学，胆识过人。若是他继承王位，此乃赵国之福。但是，赵谦的母后深得先王宠爱，无论是政事之能，还是军功积累，实在不可能是他。我记得小时候谦常对我说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闵夫人你了。无论他有没有当上大王，你都是他的爱妃。自从你说你要来我大秦，寡人确实很惊讶。谦哥哥这个人性情轻浮，狂妄自大。他说的话，大王又何必当真呢？
这向来帝王都是3宫6院的，我嫁来秦国，或留在赵国，又有多大分别呢？这倒也是。大王来臣妾这儿，就是图个清闲。我看，咱们还是把心思放回六伯吧。好啊。夫人，青儿害怕。害怕什么？青儿害怕大王他今天晚上还要来。大王今天晚上一定会来。夫人，恕青儿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昨天晚上大王说的对，这宫是他的宫，这后宫里面的嫔妃们也都是他的，就包括您，也都是大王的。夫人，您是斗不过他的，您就不要再和他斗了。好，青儿，我听你的，我不跟大王斗。那青儿就放心了。寡人已赴约前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夫人今天真美。寡人说过，会等到你心甘情愿与寡人共寝的那一天。所以今天夫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大王觉得呢？寡人猜想，你是想与寡人同归于尽。你要先把寡人杀了，然后再自尽。但是，你想过天明没有？寡人想过，所以寡人已将天明送出宫外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事儿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前些日子，天明在宫中被掳，至今还未找到真凶。寡人不放心。将天明送出宫外，我是在保护天明。你话说得好听，其实你是把天明当成质子，因为你知道把天明藏起来，我就不会离开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为了你，为了留住你。我才行此一举。不过你放心，
寡人不会永远藏着天明。过段时间我就让他回宫，让你们母子相会。你是用天明来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我是在保护你和天明。齐国诸侯不是也常常将王子置于他国？这是一个道理。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对战的国家。那是寡人想要你，寡人想得到你，想征服你的心，就跟寡人要征服6国是一个心情。你放心，寡人不会伤害天明，他是寡人的子嗣，我会保护他，也只有我才能保护天明。簪子就是簪子，是用来扎头发用的。都下去吧。祖太后，您看这个骊姬是不是太没分寸了？恕孙媳直言，大王实在太宠溺骊姬了。您看，如果这个韩侍卫真的是骊姬的大师兄，那就等于他们合起伙来欺骗大王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呀。这也就罢了，骊姬在大王面前袒护韩侍卫，谁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什么真的师兄妹？就算是真的，谁又知道他们入宫之前有过没有过苟且的关系？像她这么出身低贱的女子，确实也不是不可能。是啊，祖太后说的是，骊姬这个野丫头实在是太没分寸，太不懂规矩。而且大王根本就没有责罚她。孙熙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请祖太后为孙媳做主。若儿，你先别慌，过些日子便是大王的寿宴。按照规矩，每年大王寿宴，夫人都要献舞为大王祝寿。到时候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祖太后真的有好法子饿成那个贱人吗？哼！请祖太后降罪。孙媳这次私自出宫，惊扰内宫，确实有错。若祖太后降罪于我，孙媳绝无二话。哈哈，与其说是降罪嘛，不如说是哀家希望你答应本宫一件事。祖太后请说。正月将至，再过几日便是大王的寿宴了。往日大王寿宴，向来是让乐府令奏上几曲，然后宫中再选择一些善舞之女，献舞为大王祝寿。然此回夫人出宫，大王为此事神思烦忧，后宫对夫人的一些传言，确实是不堪入耳。那祖太后希望我做些什么？丽夫人果然冰雪聪明，哀家想了想，不如夫人就在大王的寿宴上采衣娱舞，大王必然大喜，或许能平息宫中蜚语，一举两得。但是孙媳并不善舞，而且又是大王的寿宴，
我怕到时候会扫了众人的兴致。夫人不必担心。哀家知道你出身武家，不善女流之事，但秦人素有尚武之风，不如夫人就将你擅长的剑术编成剑舞，肯定闻所未闻，甚得大王欢心，如何？好，我答应。恕孙媳无礼，但能否请祖太后恩赏孙媳？只要你答应献舞，你要什么哀家都给你，金三品、丝绸、珊瑚，这些身外之物，孙媳都不需要。那你想要什么呢？孙媳只想请祖太后保天明一世平安。大秦王宫乃天下最安妥之所，天明公子乃是大王亲出的嫡子，夫人你还想要什么？孙媳有孕在身之时，有人曾在膳中下药，想要令孙媳滑胎。之后，天明被掳多日，差点就被送出宫外。这2件事情，至今为止没有查出犯人是谁。如此王宫，怎能说得上是安妥呢？如今，大王又以宫中不安为由，将天明送出宫外抚养。我这个做娘亲的，1个月才能见到天明几次。若真是为天明好，臣妾愿意忍受思念之苦。丽儿自知出身平庸，如若有一日我死在这王宫当中，也是无怨无憾。只是这天明是大秦的后嗣，孙媳只求，如若有一日有人会对天明做出不利之事，还望祖太后能够为天明做主。放心吧，哀家答应你，在这大秦王宫，只要我还活着1天，谁敢对天明公子不利，我一定为你追究到底。谢祖太后。师妹，你这次和我擅自离宫，华阳太后既没有降罪于你，反而让你在大王的寿宴上献舞，这安排有违常理，我担心其中有诈。不过就是献舞，他们还能怎么样？再说，我已与祖太后谈好了条件，只要我同意献舞，她便能保天明平安。日后如果有人要加害于天明，祖太后必不轻饶。如此划算的交易，我怎么能不试一试呢？你保天明的平安，可谁来保你的平安？大师兄，你就放心吧。
事无双，是吧，大王？是啊，寡人也闻之舒畅。恭贺大王！丽夫人献舞。让他明目张胆地持剑上阵，再扣给他一个谋反的罪名。本宫的侍卫会奉本宫的命令佩剑上阵，没有人可以阻拦。表面上他们是为了保护本宫的安危，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丽夫人。
参见大王，少废话，马上诊治。遵旨。大王，韩侍卫已送至太医府诊治，伤势甚重。告诉寡人，今日之事为何会出现在寡人的宫殿之上？厉夫人在击球时，为何会有那帮侍卫冲出？据臣所知，那些人是华阳宫的侍卫，入殿是为了护卫华阳祖太后。那名刺客呢？再调查他的来历。我大秦王宫戒备如此疏，竟容一个外人在寡人殿上行凶！大王息怒，臣一定彻查此事，再向大王复命。李忠，你认为厉夫人是有意刺杀寡人，你才出手的是吗？当时，你不必顾虑太多。你当知寡人重信于你，你只管说出你的想法。当时殿上确实是情况十分混乱，厉夫人忽然持剑冲向大王，臣确实以为她有意行刺，才出手阻止。然而现在回想起来，若不是厉夫人那一剑，大王或许现在已经被刺客刺伤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臣以为，虽然厉夫人善不用剑，若她真有心有意刺杀大王，她有很多时间，也有很多地点跟场合来刺杀，完全没有必要在今日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是满殿内宫侍卫时，来刺杀大王。楚夫人，今天这出戏可真是精彩。我的好妹妹，今天这事儿可吓坏了本宫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们怎么算都没想到韩侍卫会突然冲了出来吧？本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只是看到，像是厉夫人要行刺大王呢。敏夫人，你如此聪明，又和厉夫人形同姐妹，你是否知道，那个厉夫人为何要行刺大王？行刺？难道楚夫人你看不出来，厉妹妹是在保护大王吗？哼，这谁知道呢？依我看，今天这个局
倒像是楚夫人你安排的吧？闵夫人无凭无据，为何要这样指责我们夫人呢？你们大可否认到底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。妹妹，你真是话里句句带刺，一心向着厉夫人呢。你不承认也罢，自己做过什么，心里头清楚。容本宫劝你一句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禀大王，厉夫人伤势并无大碍，只是要注意高热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厉夫人我要亲自照顾。诺。诺。大师兄，你放心，寡人一定会救活他。你好好休息，行吗？是我割舍不下的一道伤，可路漫长，心追逐它到远方，可谁将谁先忘？怎甘心我竟看不穿，空落泪被牵绊又无法释放，却怎奈何转身注定是孤单，愿不奢求原谅。望山河，思念情也真，年年月月同余生。烟消间，花落雨纷纷，不过是一个转身。宫中这几日动静如何？剑舞是华阳祖太后安排的，却知厉夫人和韩侍卫受伤。眼下，大王的心思全冲着华阳宫那6名侍卫。据闻，并没有太治仪殿上那名刺客之事。嬴政是会明白，大秦与6国为敌，所以宫中杀入几名刺客，也不足为奇了。刺客乃魏国人，家里人被秦军给杀了，不是什么出名的江湖人物，和继承毫无关系。他们绝不会查到刺客是我们安排的，此事绝不会波及到大燕。厉夫人她伤势还好吗？那日她拔剑，只是本为侠客，见义勇为，还是出于真心要护卫嬴政的？太子殿下对厉夫人之举，为何如此在意呀？厉夫人身为秦王的妃嫔，护卫秦王乃是常情，不是吗？本宫只是以为，她和后宫其他嫔妃不同。打从她入宫以来，既不卷入后位之争，更不为冒犯嬴政。太子殿下的意思是不是，厉夫人可以拉拢过来，作为我们大燕的助手啊？本宫没想到那儿去。再说了，
厉夫人她性格坚毅，淡泊名利，是真正江湖上有气魄、有风骨的女侠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被拉拢的人呐。有厉夫人这样才德兼备的女子伴随左右，本宫只是有些嫉妒嬴政罢了。丽儿，你醒了。你做噩梦了？寡人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你枕边睡着了。丽儿，你知道寡人向来独寝，从不在别人身边入睡。我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是我的房间啊。这是你的房间。其实我不是很习惯跟别人一起睡。我也是。你感觉如何了？好像烧退了。我大师兄，韩申侍卫，他怎么样了？韩侍卫流了很多血，寡人已命人替他好好诊治了。韩师兄为我挡了那一剑，想必肯定也是重伤。我得去看看。太医说你需要安心养伤。如果你现在再乱动，你之前的伤就会裂开。更何况，你现在去也帮不了什么忙。你放心，你好好休息。寡人带你去看他。其实，那日我不是又要刺杀你的。舞剑的时候，突然上方掉下一把真剑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刺客在你身后，我就冲了过去。但如果不是大师兄替我挡了一剑，估计现在我已经遍体鳞伤了，又或者可能是难逃一死。这件事情，寡人一定会查清楚，不会让你白白受伤。其实，我觉得那天的事情疑点还是很多。如若有人想要构陷于我，将刺杀的罪名冠在我头上，那日在殿上的那名刺客又是谁？我觉得好像并不是同一方安排的。我大秦与6国为敌，想杀寡人的人何其多，但是敢在寡人的寿宴时利用你的剑舞来陷害你，此人比刺客更为狠毒。大王，夫人，夫人，您终于醒了，担心死青儿了。把药给我。来。
你是寡人的妻子，你现在生病了，我照顾你，天经地义。来，那我自己来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怎么？你觉得这药有毒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要不让青儿来喂我。要是谁敢阻止寡人的差事，寡人就砍他的头。你要是再不吃，寡人就这样一颗一颗喂你。乖，吃呀。来。哇，好热闹呀！终于进城了。哎，不用吃那些大饼了，吃的我嘴里都没有味道了。好想吃一顿新鲜热腾的食物，打打牙祭。好。金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肚子有些饿了，好像闻到了一些熟食的味道。我们吃饭去吧。嗯，那还等什么？走啊。下去吧。是。哦，大王，他病情如何？韩侍卫的伤势极重，臣已用了宫里最好的伤药，可是还是高热不退。如果能熬过这2日的话，那就化险为夷了。幸好韩侍卫年轻力壮，微臣给他把过脉，脉象虽弦细，估计能熬过这一关。哎，韩侍卫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如果这一箭伤在厉夫人身上，真是后果不可想啊！他这是不计生死，以自己的性命去护卫厉夫人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。郑太医，全力拯救韩侍卫。若有任何需要，随时禀告寡人。臣遵旨。秦兄弟，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内力，假以时日，一定更为不凡。我青阳今日一定要胜过你。别着急啊，精进武功非一蹴可及，你再练练吧。已经赢了79次，果然不愧燕翔界的江湖威名，厉害！小子，
换我收拾你。好了，跟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吧，乖乖。走。高大哥，高大哥，可兰，荆轲，许久不见，功力又更上一层了。荆轲，你看上去有些不同啊。多谢高大哥昔日教导，荆轲今日方能脱胎换骨。要不然，我现在还在醉生梦死，借酒浇愁呢。能想通便好。格兰姑娘，你也一道来了。嗯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高大哥也在大梁。高大哥客居齐国，最近常来大魏行走。哦，其实我这回来大梁，倒不是全无目的。高大哥此话怎讲？说来话长，咱们坐下慢慢说。嗯，好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臣已彻查，当日潜入宫中的刺客乃是魏国人，与华阳宫的6名侍卫似乎并无关联。行刺行动或许受他人指使，还需审查。祖太后要厉夫人在寡人寿宴时献剑舞，又借机将她的侍卫带入宫，趁乱以保护寡人之名，借机刺杀厉夫人。如今看来，这本来就是一个设计好的圈套。那6名侍卫关押在哪儿？臣欲传讯，但是人都到了华阳宫，受到祖太后阻拦。你说什么？华阳祖太后坚称那6名侍卫不受咸阳宫管辖，无故不得询问。我大秦疆土，如今连一个小小的华阳宫都沾不得。好，寡人就要让祖太后明白，她宫中的侍卫，受不是寡人所苦。大王，恕臣谏言，我大秦方出兵连魏攻楚，虽然不是什么伤筋动骨之战，若此时惹恼了华阳祖太后，楚国借口出兵再联合魏国，对我大秦形成南北夹击之势，形势有诸多不利，还请大王三思，以大局为重。此事可否日后再议？这些年来，我大秦让出让的还不够吗？倘若祖太后要借机煽动母国，正好给了寡人一个清理后宫的机会。李仲，臣在。即刻随寡人去华阳宫。诺。参见华阳祖太后。李大人免礼。谢祖太后。廷尉大人正事繁忙，今日能得大人来华阳宫一见，实属本宫之幸。这大秦王宫，谁人不知华阳祖太后在后宫位分最高？李斯乃一小官，能承蒙召见，实属李斯之幸。李大人谦让了，你我同为楚人，如今既都服膺大秦，理应相交互助，本是应该的。大人，这是祖太后从楚国寻回的大陆文玉赞。这可是出自楚国名将毕乌之手。李大人果然识货。玉质鲜艳欲滴，刀工遒劲不逊，的确是珍品中之珍品。这是送给廷尉大人的礼物。送给微臣。人说无功不受禄，如此大礼，李斯实不敢收。李大人不必如此提防，这玉赞是我与祖太后同赠，作为今后互相照应的见面礼。今后还望大人多多照应啊。既然如此，若是华阳祖太后所赐，李斯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谢祖太后。
礼尚往来，李斯也得投桃报李。微臣有一消息，不知祖太后和夫人是否愿意一听？李大人确实有我们楚国人的爽快性格，还愿意闻。只可惜这个消息，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前些日子，有魏国来使来见大王，说是希望我大秦出兵伐楚，取回被楚国所侵吞的魏国旧地。这些陈年旧事，魏国也敢拿来说嘴？哼，本事不如人，便割土求和，这乃天经地义。现在说这个，不嫌丢脸吗？祖太后所言甚是。不过，据微臣所知，大王已经决定出兵相助。真有此事？李大人，有什么法子能阻止大王吗？臣威言轻，大王心意已决，军令早已派发各部，恐怕眼下大军已经在路上。事到如今，恐怕也只能请二位火速通知楚国朝廷父老，要他们及早做准备。启禀祖太后，方才宫中传令，大王率领卫尉和2队虎贲军直往华阳宫来，说是要捉拿宫中侍卫。什么？大王，现已过黄昏，你让卫尉带着1队虎贲军无端直闯哀家宫殿，有什么急事？寡人今日前来，并非无端擅闯。华阳宫之6名侍卫，寿宴当日藐视王权，当众扰乱寿宴，给寡人拿下！怒！等等！你们竟敢当着哀家的面逮本宫的侍卫，那就先杀了本宫再说。哀家倒要看看，大王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祖太后。要是大王以为我这老太婆兴风作浪、藐视王权，那就动手吧。既然祖太后不想让我审问宫中侍卫，留他们的命也就没什么意义。虎贲军听令，在，拿人！大王，等等。请你刀下留人。夫人，你有伤在身，太医说你需要静养，为何擅自走动？大王，恕臣妾斗胆求情。这些侍卫当日都是为了要保护大王，所以才会误伤到臣妾。求大王网开一面，不要迁怒于他们。夫人可以容忍他们，但是寡人绝不能轻易放纵他们在寡人的地盘撒野。寿宴上的意外，本来就是设计好的圈套。他们利用寡人，陷你于不忠不义。寡人平生最痛恨别人利用我，此等卑鄙手段，寡人容他不得。大王，当日臣妾献舞，剑突然落在臣妾手中，所有人都以为臣妾就是刺客。这些侍卫尽职尽责，为了护卫大王，他们献了忠心，大王却回以死罪。无论真相是如何的，都会被蒙蔽。难道这就是大王想要的结果吗？好。华阳宫之6位侍卫听令。在。你们侵犯宫殿，触犯宫规，念在你们本心是出于保护寡人，免去咸阳宫一职，发配充军。谢谢大王。
回可好了，倒让那个妖女占了上风。她倒是在大王面前演一出好戏，分明就是想借此机会虚情假意地讨好祖太后，气死我了！夫人有没有想过，那日的刺客会不会是丽夫人自个儿安排的，然后在当下灭了口？本宫怎么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？如今这刺客也是死无对证了，好厉害的一招！这样一来，让大王对丽夫人的忠心深信不疑；二来，丽夫人也想断了祖太后要整她的心思；三来，让宫里的妃嫔和宫人们都知道她文武双全，对她刮目相看。哼，肯定是这样的。那个贱人！荆轲，你可知道最近数月秦国驻魏攻楚之事？不是很清楚，高大哥知道其中细节。是，秦军此次攻楚，是为了帮魏国收复昔日旧地，宋国故地。我从中听闻，他们已经派出4个郡的兵力。秦国本来以为此次胜权在握，很快便能逼退楚军，可没想到现在的战况是胜负难分，两军战情焦灼，秦军又难以占据上风，越是拖延，对战事越是不利，只怕会急躁用兵，对小民百姓难免会有所轻待。我明白了，高大哥是怕这场仗打下来，会害死那些平白无故的百姓，所以想借一己之力去帮助他们。是。那这么重要的事，身为江湖中人，必须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啊，是吧，金大哥？对，兰儿说的对。像我们这样的江湖剑客，平时习武练剑，为的不就是在紧要关头能够挺身而出，保境安民吗？嗯。好，来，我们举杯，愿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。夫人这几日觉得身体如何？已经舒适许多。还好当日大王愿意听我一言。如若那些侍卫是因我而死，那我心里肯定会不轻松。他们不是因你而死，但是你差点因他们而死。撇开你那天说的，李仲也跟寡人说了很多。近日我大秦诸魏攻楚，久攻不下，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和祖太后起了争执，难免祖太后会煽动大楚，借此公报私仇。大王，寿宴那日，有人想要鱼目混珠，诬陷我刺秦。所以呢？你想说什么？声东击西，打着这种如意算盘的，正是魏国。如今天下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当属楚国。近年来，秦军大举东进，攻赵破魏，楚国偏安难虞，才得以保全国力。现在，魏国又以收复宋地为借口，想要说服秦国去攻打楚国，以此来转移秦国的焦点。魏王主动提出与强秦合作，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宋地，而是要保全魏国。两强互攻，无论是秦或楚，必会被削弱，但吃亏的绝对不会是魏国。大王，我只是妄自猜测，如有不妥，大王就当我没说过吧。不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寡人从未在这个角度上思考过。说不定
你只好替寡人解了一桩心事。这秦军不往东进，反而西行，他们是要撤军吗？看来正是如此。势如破竹之旗，为何要撤军？如非秦王下令，前方便是万丈悬崖，秦军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下去。这次撤军，必有内情。不管理由为何，一场血光之灾就此迷于无形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正是如此。既然此间秦军撤兵，我们不如趁着空档，就此山水游览一番。好啊，嵩山离这儿不远，我爹在那儿有一个练功小屋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盘桓几日，如何？嵩山乃5岳中岳，被群山环绕，东临泰山，西比华山，正是万岳灵气之所居，确实是潜心修行的好地方。葛大侠果然眼光甚佳。东临泰山，西比华山。泰山也是个好地方。自古君王泰山封禅，正是皇气所在。不过我们这些乡野闲人，甚少往泰山去探访。我爹也这么说，他说5岳之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泰山，什么3皇5帝啊，登基都要去泰山，真是俗不可耐。葛大侠为人不羁，能这样想也在情理之内。不过岱宗山视野开阔，山势中正，本不是为灵山，只是左带右画，南横北横。左带右画惊天笑，南横北横护太平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金大哥，你悟到什么了？剑谱就在嵩山之上。太师傅要我们去嵩山。大王，厉夫人到。参见祖太后。免礼。先坐下吧。谢祖太后。上茶。厉夫人，你尝尝哀家给你准备的云梦菊滋味如何？谢祖太后。回祖太后的话，孙喜早就听闻大楚的云梦菊鲜美多汁，今日有幸尝到，确实是淮北枳赶不上的。但这淮北枳模样朴实，表皮如何，内在也是如何，不像有些云梦菊，虽然外观甚美，但却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。不知这是否和南楚的风土人情有些相似呢？厉夫人真是好品味呀，连南橘北枳也能说出个道理来。只可惜呀，纵使大楚的云梦菊依然美味，但是这仗要一直打下去，也不知母国今年的收成如何。果然，祖太后就是因为此事，邀寡人赴宴。楚夫人，请放心。就在前几日，寡人已命河东、南阳等4郡撤军。魏楚争地之事，寡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是吗？看来，大王还是念在秦楚交好。寡人并不是因为这个缘由。前几日，寡人正在为楚魏军情操心，烦忧之时，厉夫人向寡人进言，
破楚，以肥韩魏。这倒是给我大秦一个很好的退兵理由。而且今年初春，我大秦少雨多旱，寡人正愁着粮草匮乏的问题。没想到撤军令一出，楚国反而主动提供粮草，向秦示好。你们说，丽儿是不是立了一个大功啊？啊，丽夫人确是见秦自楚，退兵有功。然自商周以降，女非过涉朝政，多为祸国殃民的忧患，过犹不及，还望大王明察。祖太后记不记得，寡人曾经说过，想要一位如商王后的奇女子为后母。哀家记得。丽夫人文武兼备，眼界过人，因此，寡人想立她为后。大王，为何立后和出军之事，你要如此莽撞呢？寡人哪里莽撞了？寡人是考虑良久之后才做的决定。我对王后之位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大王难道全然都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众嫔妃都想要的位分，为何你却不要？寡人若立你为后，祖太后和楚夫人都不敢刁难你。寡人之所以可以如此心狠手辣，那是因为寡人没有包袱，没有在意的人或事。但是如今不同，寡人有利基，这将会是寡人唯一的弱点。大王，因为这个弱点，大王就无法回到从前那样了吗？我是大秦的王，若是寡人有弱点，那便说明我大秦也有弱点。寡人不希望被人抓住弱点。但是，寡人就是控制不住要往他那儿走过去的欲望。